川普家族有没有类似的交恶？江湖上传得满，而且这个时间点实在太诡异了，是从2月在正式开打美伊战争之前就开始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有破口。第一个部分就是战争情资套利，比如说我要打或不打。第二个部分就是不当的利益输送，比如说包括川普的女婿克许纳就认为他在波湾地区到处收阿联酋他们的顾问费，每年是上千万美金。第三个当然就是贪腐啦，美国方面参众议院都有议员专盯这一点。好，川普又出事了。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的是5大的案件，这个当中呢都涉及到内线交易，所以要来查了吗？因为有神秘客狂捞了在这场战争当中245亿。但是我们看到基层的一般的老百姓，美国老百姓则是因为油价不断的高涨而过得苦哈哈。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战争打打停停，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油价、股价瞬间暴涨跟暴跌，川普好像都可以去操控股价，并且呢市场也有非常多的精准押注。这是来自于 BBC 针对这场战争特别做的重大交易的一些记录哦。他发现说，不管是在川普他发布这些重大消息的前几分钟，或者是前几个小时之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明显的交易量异常飙升的情况。几个案子，我们特别来带观众朋友来看。首先，第一个，在3月9号这一天，美伊战争已经基本上快要接近结束了。在川普接受 CBS 专访，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呢，这个消息曝光前半小时，油市突然间出现大量的做空，结果油价果然是狂暴跌了25%。在3月23号这一天，川普在社群发文，他说跟伊朗谈得非常的好，而且可能会终结这样子的敌对。在他发这一篇文的前15分钟，油市突然间大量做空，然后一样是突然间暴跌了11%，果然就可以看得到他的预言又成功了。再来看到的是，川普在4月9号宣布对多个国家暂停关税90天，但是同样在宣布20分钟前，可以看到股市突然间有一个大笔的上涨交易，然后在川普宣布之后，美股果然开始狂飙了。再来1月3号的时候，委内瑞拉总统被抓的之前呢，这一位有人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下注了3.2万美元，赌说马杜洛会下台，结果确实他下台了，这位客户也赚了43万美元。再来，最后是在2月28号，川普在轰打这个伊朗之前，做这个2月28号的攻击之前，已经有账户认为说这个川普会打伊朗，最后确实有打，他大赚了120万美元。这一些的数据跟案例是否都涉及到内线交易，还是说这些人真的有这么神吗？上次哥怎么看？川普家族有没有类似的交恶？江湖上传得满的，主要是现在你任何的投资，无论买股票、买加密货币，其实都有记录哦。而且这个时间点实在太诡异了，而是从2月在正式开打美伊战争之前就开始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有破口哦，也可能跟赫尔赛事有关。不过我们首先先来看是哪些钱现在是被注意的哈。第一个部分就是战争情资套利，比如说我要打或不打，抓马杜罗打不打。第二个部分就是不当的利益输送，比如说包括川普的女婿克许纳就认为他在波湾地区到处收阿联酋他们的顾问费，每年是上千万美金当顾问可以收那么多钱哦，还有以色列。这第三个当然就是贪腐啦，对吧？乌克兰战争我们都已经知道，好多贪腐被换掉，或还有国防合约啊、军火商前额，但是3大类是这个被注意的。可是呢，现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主要这不是江湖传闻，是美国方面参众议院都有议员专盯这一点。我们看听一下最新消息，4月上个礼拜的时候，众议院已经丢出了正式的传票，要求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提出他们过去跟白宫以及跟所有的这些军火部分的全部的通信记录。这家公司是谁呢？这家公司就先前闹出风波的赫格塞斯国防部长，对，赫格塞斯家族投资办公室公司。现在就是传出，为什么这个家族办公室就是
就是类似像郭台铭有家族办公室投资，就是说这个家族起来这里做投资，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可是被发现，被谁发现呢？被美国参议院现在正在抓的这个伊丽莎白·华伦，她是一个非常鹰派的，对于企业的这个道德监管更强烈的一个女议员哈。另外还有就是 Jerry Luskin， 这2个议员，他一个是针对于赫尔塞斯家族这里，怎么说呢？他就发现说2月的时候，赫尔塞斯家族买了好多国防军工约，2月底，然后他们就在看，然后而且就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就在追克许纳。收了阿联酋的很多的顾问费跟以色列的顾问费，而他竟然跳进川普决定要不要打美伊战争的这个关键人士之一。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虽然在我们台湾没有太多讨论，但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进度了。包括美国司法部也终于在4月刚刚成立一个调查专案小组。那现在会伸进去的部分呢，除了国会议员之外，就刚刚讲司法部会有，另外呢，美国证交会也会开始调查，但看起来他们没有很积极啦。这个没有很积极，确实还是怪怪的。但是现在呢，不要看哦，大家这个键盘侠币圈里头，主要盯谁呢？盯川普的小儿子，据说他这个币圈里头在走加密货币。另外，当然克许纳以及所有涉及到知道接下来要打仗不打仗的核心的这些人，他们家族的投资，现在全美国的特别是财经媒体应该都在紧盯了。好，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川友友们不管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都可以说是赚得饱啊！但是我们来看到基层老百姓，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后，油价因为狂飙哦，所以呢，这些油价的这些涨起来的价格都是由民众自己来做买单。结果呢，美国的能源部长没有安慰基层的民众，他还直接说了，这个油价呢到战争结束还会持续的飙，一直要到2027年才有可能会回落。结果导致在加州就立刻出现了所谓的汽油怪盗，他们直接钻到车上的这个油箱去把这个油箱里面的油给偷走了。川普立刻反击说：“谁说的？能源部长是错的，这油价确实是会回稳的。”但是美国民众会相信吗？那我们也来看到最新的民调，现在呢 ，NBC 的最新民调，不满川普的满意度已经飙升到63%，而且有一半是强烈不满川普的，支持力创第2任期的新低。2/3美国人认为说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油价上涨也让矽谷的家庭损失11亿美元，造成2600个工作机会因此消失。美国的苦日子来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你现在你知道吗？你会觉得美国这个很强大的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加州长滩啊，那是高级区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去开车的时候，发现他上车没有发现怪事，等到他开上路以后，他觉得那个油急速往下掉，结果他就下来一看，奇怪，我的车被人家挖了一个洞，在油箱上面挖了一个洞，已经快要没有油了。他爬到加油站去加，结果加油站说：“我跟你讲，这已经是不是第一次了？”结果他赶快只好拿去修嘛，对不对？去修理的时候，那个工厂说：“啊，你是今天来的第3辆。”现在美国人是已经怎样？已经沦落到要偷人家的油来过日子。他说长滩哦很简单，它是这个大概是全美现在最贵的，1加仑6美元了。哎，美国的油要1加仑6美元，那是创纪录了。普通的小车加满的是多少？就是一加仑是6美元嘛，加满是72美元，就是大概12加仑，总共是72美元。72美元相当于台币它大概2300块啦。啊，可是说句实在话，我们的在国内的话，我们是 BMW， 如果说是3500cc 的车，也不用加到2000块。美国现在已经是小车就要2300块，这样子你就比较有概念。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跟能源部长2个人讲法不一样。川普说只要战争打完了，油价就掉下来了。能源部长应该是最专业的吧？他说不会，今年之内都降不下来。也就是说，就算我停打了，不打了，油价也不会马上掉下来。现在又有一个人来插花，叫做财政部长贝森特。贝森特也说，可能一时降不下来。到底你要听谁的？我跟你讲，小民很可怜，因为小民光看到那个石油的价钱，头皮就发麻了。因为在台湾的我们都发麻，更何况是在美国自己当地本身的老百姓，因为油价的关系，他的生活会陷入苦境，连他们的长官的讲法都莫衷一是。所以战争对于老百姓，不要说伊朗老百姓，
对于和平世界的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舰长又怎么看呢？我当初这个川普出来竞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听完他讲之后，我是支持他的。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一定支持他。为什么？他的理念是这样子：我们美国是天选之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美国这么的好，财产也好，这个地形也好，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最优秀的人才也好。所以我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哎。真的是不要管世界这么多事，你就只要做你自己，美国就会非常的富强。可是川普上来之后，你就看到他在做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财政这个失衡太厉害，所以他在做一个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关税，我征税；节流，你看他做了好多事啊，又删某些单位，又退群，就国际的好多退群，然后还要这个删减国防部的人。就你当时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对他都做的是对的，你知道吗？直到最近，你不是说全世界你不会涉入任何战争，你打伊朗干什么？打他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说要删国防部，他原来删国防部的，结果现在明年国防部加多少钱？你们知不知道？5000亿。他已经是原来全世界大概花这个国防经费最多的，还加5000亿，然后又支援这个以色列。我突然才发觉，你讲的，你原来有理想，他说的这些东西，他很年轻的时候说过，我有看过一个，我觉得说，哎，他一直以来都这样，但是他到老了之后，当了总统之后，他才发觉权力太大了。我再跟你讲，川普把他这个2.0视成他经商这一辈子最容易赚钱的4年，他们整个家族都在这捞钱，所以他就突然就迷失了自己了。川普说仗打完了，现在要拍拍屁股走人哦，但是留下的是什么呢？错愕的中东哦，现在呢大失火，还有这个油价狂飙，航道被锁，这一场仗接下来谁来收烂摊子呢？留下的包括了错愕的以色列和中东海湾国家吗？今天一起来做解读。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发言，他说美军已经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且他还说呢，德黑兰正在输掉战争，已经开始向我们美国祈求要做一个协议了。话才没说完，31号他又改口，他说伊朗其实你也不用跟我们谈什么，不必达成任何的协议，我们美国就能够结束战争。好，看起来都是川普一个人在说话，伊朗方面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话。那么川普专家就讽刺说，你川普说了一大堆，就是因为你输惨了嘛。在现在呢这个时刻开始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以才会决定要撤退。我们也来回头看，大家还记得吗？3月初，川普说要打的这一场史诗级怒火行动，他的军事目标一共当时列出了4个。那我们今天特别整理出了4大点，他当时喊出的目标到底有没有达成呢？结果答案竟然是全部叉都被打脸。好，首先来看到第一点，他说要摧毁伊朗的飞弹能力，结果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伊朗的飞弹、无人机照样狂轰猛炸。再来，他说要歼灭伊朗的海军，但是我们看到荷姆兹海峡反而持续的被伊朗给封锁住了。他说要阻止伊朗拥核，但现在我们看到有关于核弹的部分、核能的部分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川普还说了要切断恐怖组织的这一些资金，但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区域冲突，现在正在海湾国家不断的扩散当中。来看到伊朗总统他有最新的一个说话了，他说确实有收到来自于美方的讯息，但是呢，针对川普说他们有在谈判这件事情，他说根本就没有，美伊双方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一场正式的谈判。他说了，现在伊朗他也稍微释出善意，只要能够确保不会再次的遭到攻击，伊朗是准备好可以来停止战争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邀请委员特别帮我们看，伊朗一边说他要把川普一边说他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一边又说不管谈不谈，我们这一次美军都会自己撤军。为什么这样子来回不断的改口啊？再来就是川普原本设定要摧毁伊朗的4大军事目标，刚刚看了嘛，全部都没有达成，这是代表川普输惨了，所以决定要撤退吗？委员怎么解读？川普每天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乐趣哦，就是在过去大概这10天，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川普的谈话，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哦，你真的会强烈的怀疑他活在另外一个宇宙里头，跟我们不是同一个宇宙哦。
大家还记得川普那个时候说了什么吗？川普最早说，两边已经谈了，谈得还不错，所以原本从48小时要延后到5天。然后呢，伊朗的这个方面就立刻跳出来说，恐怕你是自己在跟自己谈吧，因为根本没有人没人在跟你谈。然后接着川普就释放出来了，说呢，真的在谈，而且呢，伊朗马上就会送我们一个大礼。就过了一天，他就说这个大礼呢，就是伊朗让10艘油轮通过了荷姆兹海峡。可是问题是，那10艘油轮都是伊朗的友善国家，跟美国一点关系也没有。那10艘油轮都是什么中国的啦、俄罗斯的啦、印度的，那是他们跟伊朗瞧好了，他们才能够通过。干什么送美国什么大礼呀？然后接着他就跟你说，川普又来说了，要答应15点条件哦，要答应了之后再来谈。结果呢，眼看着也没有人理他这个条件，他今天说了什么？他说达不达成协议都不要紧了，我们已经打赢了，我们就要走了。所以刚才这个思敏已经帮大家检视过了嘛，就在这场战争，当时川普给大家诉求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一项都没有达到的。我刚才说过了。原本哈米尼没有攻击任何国家，也没有摧毁什么美国的军事设施，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川普说他是狂人，现在说换上来了一个更温和的领袖，就是那个领袖是他儿子现在还在打你哦。然后呢，荷姆兹海峡原本好好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大家就开开心心的通过就好了，就是你干的好事，结果现在被关闭掉了。然后更妙的是，原本说他们马上就要有核弹了。那个时候哈米尼可能还没有想做核弹，我跟你打赌，现在如果我是伊朗的领导人，我立马做核弹了，我还不做核弹吗？笑死了！你现在就在暂时喘口气，是因为你打不下去了，谁知道你明天后天会不会来啊？我为了要避免你卷土重来，我一定做核弹。所以你看，川普这场战争完全没有达到任何他的当时所提到的目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错估情势了。川普太自大了，他对美军的实力太有信心了，有信心过头了。他一直以为说只靠轰炸就可以解决，因为去年的12日战争就是轰炸哦，美国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呢，他有什么 B2 隐形轰炸机去炸一炸，丢几个炸弹，人跑了，你要打他也打不到哦。反正呢，他的大兵也没到你的国家来。美国最喜欢干这件事，可是问题是打伊朗这种灭国之战哦，靠轰炸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打地面部队的这个正规的来作战，才能够有可能达到目的。川普赌不起啊，他没办法的。他如果地面部队派上来，那就只有死伤更惨了哦。然后第二，川普就很洋洋得意说：“你看，我已经拿到了制空权了，制海权我也拿了，他的海军跟空军都没了。”可是殊不知，现代的战争谁在乎你海军跟空军啊？对伊朗来讲，你要想想看，他是被打的国家，他不是去打人的，打人的需要海军跟空军，被打的国家我把我国土守好就好了，我就算没有海军跟空军又怎么样呢？然后第三，他低估了伊朗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啊。伊朗早就准备好了，伊朗准备了飞弹，准备了导弹，准备了无人机，甚至我刚才讲过了，它还是有节奏的推出来，把比较便宜的、比较容易被打下来的，通通都送出来，耗尽了你所有的武器，接下来我的好戏才要上场呢。所以川普完全的错估情势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只能够选择仓皇的夹着尾巴逃出去了。但是还是回去先前我讲的，我是最支持川普的人了。我觉得川普继续在位置上继续掌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才能够真正的成功。所以我希望川普，你就算夹着尾巴逃回去，也要逃着有尊严、优雅跟漂亮，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吧。好，川普这一次打这一场仗哦，可以说现在突然间撤退走人，那留下的烂摊子，接下来包括了石油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另外就是盟友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盟友很多都对他非常非常的不满，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我们等一下也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到川普呢，针对于盟友，他又最新的喊话。这一次喊话的对象是英国跟法国，他跟英国和法国喊话说，你们拒绝加入美国打伊朗，所以呢，美国接下来不会再对你们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他就跟英国说了，好，你要石油是不是？那接下来你就自己去挖油吧。那对法国则是说呢，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国家。那白宫还说呢，川普现在还要求这些海湾国家说呢，我有帮你们打这一场仗，那接下来你们必须要一起来分担伊朗的战争费用，这是川普现在拟定可能会来征收的费用。好，再来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被伊朗给掌握住了。伊朗现在开始在这边，他说了他要做本币的交易付费之外，还喊到说每一艘船通行过去的价格喊到200万美元，等于一天伊朗可以赚进2.8亿美元的一个这么高的金额。全
球则是油价一直在川普陪葬哦，油价最多专家喊了可能上看到每桶$200。那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高涨哦，这个每加仑$4创2022年以来的新高，48%民众都说是川普搞的。才会变成这样。今天有石油的问题，会不会引爆第4次石油危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盟友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对川普感到不满。岳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石油危机是一定发生的，但是呢，它发生的过程非常戏剧化。因为第一个，它原来根本不必发生的，原来根本就没有的事情。这47年来的伊朗被制裁的话呢，这个哈梅内伊现在发觉他是个温和派，你把他杀掉以后，现在他儿子上来以后，国仇家恨啊，这个穆杰塔拉的话呢，基本上为了要报仇，所以这个事情打成这个样子啊。那我觉得我分3个部分来讲了。首先，第一个，大家都是受害人了。因为美国这个$4的这个加仑的话呢，大家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长期来讲汽油很便宜啊。但我刚刚算了一下的话呢，就是它1公升等于38块台币了。那这个价格的话，对美国人来讲，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基础建设是完全用开车为主的，一家里一个家4口之家有个7、8辆车是很简单的啊。所以说都是因为油便宜嘛。那现在的话呢，油不便宜了，那所有人都是情况下，美国是最大的原油输出国，但是美国的页岩油在提炼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依靠中东进口的石油，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川普自己都没搞清楚，这个中东的荷姆兹海峡的油过不来的话呢，会使得油价上涨，包含了美国的油价。美国的油价上涨会使得通货膨胀，美国通货膨胀增加的话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苦啊。这种情况下来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盟邦啊，就尤其是当然主要讲的是英国跟法国啊，那直接讲法国没用，英国就要自己去挖油，然后呢，这个美国好像一直认为北约啊什么就不要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件事情，欧洲盟邦的话呢，没有帮助川普来打伊朗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战争是没有人愿意卷进去的，没有人不知道说战争是不能够轻启战端的啊，只有川普这个傻瓜，他被以色列一忽悠，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是现在整个所有的这个欧洲的国家当中的话呢，尤其西班牙最强的，他们觉得这根本是场不正义的事情嘛，你根本就没有本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世界本来好端端的，现在一下把整个世界都扯破。现在的话呢，大家会发觉，等到以色列真的被攻击的话，万一以色列拿出核子弹来一攻击的话呢，那么第3次世界大战就眼看着就要爆发了，那这个还得了，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欧洲盟邦没有来帮忙的原因，是因为伊朗的导弹啊，已经这个就是这个迪格加西亚那边的话呢，4200公里，我算了一下啊，看了一下，就是刚好从德黑兰到巴黎去啊，也就4200公里。所以说基本上都已经够到你了嘛，他们怎么敢动呢？对不对？那现在川普讲这种话的话呢，就是只是说那个欺负自己的弱小，但是英国跟法国并不是弱小。那尤其是川普这次借这个机会的话呢，把英国跟法国得罪的非常深。那么这个最重要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川普会不会就是说轻易的说我不干了，没协议我要走啊？他走不成的啦。以色列不会让他走的啦。开玩笑，我们心里难道不明白吗？从一开始被骗，对不对？以色列只要讲说你这样的话，对吧？你所有的你还要选举啊？你行动选举啊？那以色列在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啊，我跟你讲啊，美国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就会打成越战了。越战的时候，我跟大家回忆一件事情啊，越战的每个礼拜天晚上啊，有一个大箩筐啊，电视上转播366颗球啊，加上2月29号，一直转，然后抽出来啊，10个，每一次啊。就是这个抽这个10几个球啊，就在这天出生人就准备征兵啊，55万人到越南去啊。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移民越南的了，那大家是吓得要死。后来发觉没事了，都想办法到美国去生孩子了。现在的话，如果真的到伊朗去打这个战的话呢，你知道川普会面对的压力有多大？万一抽到他自己的Barron Trump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要走啊？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本身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川普这个又笨又坏的人，真的把美国情况搞坏透。当然，我同意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川普是不行的。对他要好好演下去才行。对。好，一方面是美国想要脱身，现在恐怕脱不了身，恐怕还是会被以色列继续给拖着。那另外一方面，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目前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未来就是由伊朗来掌控？那通行的这个船费是每一艘200万美元，还要付这个伊朗币，干哥又怎么看？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一点啊，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通过我们这海峡，是不是要付200万美金？如果你只是嘴巴讲而已啊，穆吉塔巴也没有跑出来讲啊，领导人不是他自己亲口讲啊，可能是革命卫队讲的啊，我们就当做可能有这个风声。现在不是，伊朗的国安委员会已经通过要真的征收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而且以超级邮轮而言，
一烧我收你200万美金，毫不为过，而且真的有人付了。所以他跑了，然后没有跑不成，你知道为什么他跑了？因为后面现在有2000艘船挤在里面，2000艘，听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每天还是马照跑，舞照跳，你不知道荷姆兹海峡跟波斯湾的情况的险峻，没人敢冲啊。大千刚才说已经有10艘过去了，对不对？那讲好了，不然你冲冲看，革命卫队一定会 IRGC 绝对不会放过你，所以没人敢冲。2000艘船里面包括超过20万吨的那种超级邮轮，至少有15艘，那超过10万吨的大概有60多艘，其他就是中型的货轮，随便一艘货轮也几万吨的。你就想说2000艘船在里面，然后多少人在上面？我们以最低的人数来算，一艘船10个人来算呢，有2万个海员在上面，在上面要自己洗衣服、吃饭，在海峡里面挤在那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大家现在眼睛还看不到问题，可是它马上一爆发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严重。所以为什么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他通过这个法案，后来他们自己有修正，现在还没有公布。他们说现在可能说这样算一算，我们一天赚2.8亿美金，可能会被我们自己的盟邦给数落。比如你盟邦谁？中国、俄罗斯啊，像这种国家就数落你了，赚太多了。好，那我们现在改用一个什么方式？我们改用苏伊士运河的方法。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样？不是算烧的，算重量。你这个货轮比较小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少收一点。但是你这个超级邮轮比较大，那我们就按照那个重量来说，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对不对？他说这个每天我们这个伊朗革命委员会算过，可以大概收5600万美元，比每天收2.8亿美元要对你们来讲经济实惠多了，这样可能可以接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到底会接下来伊朗真的是要这样子收费的话，可不可以放这些船出去？那这样世界经济才有救嘛？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下个礼拜连塑胶袋都开始要涨价。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外面谣传，台湾连塑胶袋可能都买不到了，不是说涨价让你去买，是连涨价你都买不到。那天会不会真的到来？战争再打10天，保证那种经济的窘况就会发生，而且不仅仅是油价跟民生物资的价钱会上涨而已。那2000艘船，看它什么时候要出来。好，持续关心，其实美国人呢并不想打仗。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一场战争开打之后，我们看到整个 Mega 在内部共和党人自己反弹哦。那民调针对于川普的民调也翻车了。美国现在经济衰退的几率，根据专家的说法，恐怕飙破50%。再来，另外今天我们也会关心，包括了加拿大、德国、英法都说中国大陆比美国更可靠。为什么在此刻喊出这样子的话？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中东战火进入到第3周，确实现在呢造成的就是国际油价一路狂飙哦，每桶飙破$100大关，连锁效应。今天可以看到，在全球持续的发酵，有几点我们会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包括了燃料价格持续的飙涨，看到的是亚洲航空燃料附加费最高涨到3倍，所以呢，4月份开始，尤其在亚洲甚至全球的机票恐怕都会狂飙了。现在根据于专家的估算，恐怕价格飙涨将近10%。再来看到了是在化肥成本飙涨，氮气原料上涨幅度1周内狂涨了30%，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物流成本同样在飙升，也导致了因为物流而导致食品价格跟着出现了在美国半年来最大的涨幅，美国人民苦不堪言呐！再来是利率也在持续的飙升，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不断的上扬，房贷也跟着水涨船高。我们来看到华府到底烧了多少的成本，现在预估达到了1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当中，来自于穆迪特别做的一个警告，国际油价如果持续在飙涨，持续维持高档，在几周的话，美国经济衰退幅度恐怕超过50%。他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示警，说恐怕会掏空美国，成为美国经济的黑洞。上次哥怎么看这场战争受害的会是美国老百姓跟美国的经济吗？就这2天，那么已经美国方面在民生物价方面已经开始可以感受到物价上涨跟通膨的这个威力。
通常来讲，其实如果像油价波动所产生的通膨的影响，它不会马上了哈。但是因为这次就是荷姆斯海峡被掐住，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因为有油，而且他们现在美国自己的油商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的油价跟着高，实际是受害人是美国自己的民众。但是这里头可能比较大的影响性是什么？因为物价波动，尤其是有这样的通膨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现在 FED 美国联准会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可能会升息哦。那要知道，2026年大家想的是包括川普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主席嘛，取代鲍尔。整体的概念是，他就是要降息。对。结果现在因为打了这美伊战争，不止降不了息，不可能啦！油价到这个地步，社会民生到这个地步，还要升息，而且现在是大概就是这2天的消息，认为一定会这样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哇，对川普来说还是很痛苦。当然，其实大家现在关注是不是对美国经济总体的影响，我个人来看是这样子。我认为还要再继续看哦，因为如果打下去，这个影响面才会出来。但是如果在接下来未来在1个月或2个月之内，比较还是会有结束的话，我认为其实影响可能会降到最低，因为我们就美伊战争发生这10几天以来看，在前几天到现在为止没有错，全世界的股市都在震荡，时价涨，哇，时价跌，稍微没什么事情就涨。可是我们看它真的对美国经济影响吗？我觉得没有啊。比如说 AI， 辉达在这2天才刚刚宣布了他们的太空计划，所以有1兆的市场即将来，就涨得死去活来。所以也就是说，我在看就美伊战争的乌云并没有整个笼罩整个美国的全面的经济，特别是 AI， 包括美国股市的总体的变动没有。所以呢，来看美元本身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来说其实也没有这个失控。美债的话也虽然就觉得债务太多，然后后面接下来美国要欠更多债务了，可是总体来说并没有那种狂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毕竟大家这样看哦，我觉得很多人都看衰美国经济，但我要表达美国经济它不只是美元，包括美债作为全世界的核心标准，主要是全世界的财富。有钱人的投资基本上都会在美国，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里头是全世界的财富在那里，而且这几年因为很多战争的关系，其实整个资本对于这种波动的这种战争的敏感性，我觉得已经有点脱敏。没有那么敏感，很快就会恢复，因为钱就是要一直赚钱。你说不要在美国股市，那你要去哪个地方呢？欧洲也不行，中国现在慢慢吸点钱而已，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在美国。所以我认为没有像外界想象的这么糟。但是总体来说，必须得看美国，毕竟已经现在美国政府38兆的部分的债务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次在美伊战争当中，现在估计美国媒体估计120亿已经是小估，因为在新年人家估计是前100个小时就已经花掉将近快40亿了，每天要9亿，所以这个落差蛮大的。而且还有美国发射的导弹没有估，现在估的是这些人力啊跟几万人在那个地方花费的这些钱，所以债务有没有叠加，当然会影响到美国经济。但我认为还是要先影响到美国今年年底的期中大选之后，对于经济，比如说联准会当中没有办法控制住物价，那这样子的失序才会进一步的冲击到美国的经济整体。好，经济的问题还要再持续的做观察，但是物价其实已经直接反映在消费者身上了。那会不会接下来影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美国尤其是川普他们的共和党其中选举呢？我们要来看到，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动摇了美国的政治的根基。尤其现在路透社做的最新民调，将近60%美国民众是反对美国政府采激进的针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例如说出兵伊朗，或者是攻击伊朗，那包括了 Mega 的基本盘也开始做松动了。原因包括美军的伤亡数字不断的扩大，还有刚刚提到的油价冲击到生活。最后是美国人民认为说，这场战争为什么到现在都还看不到尽头？说好的一下子结束，到现在都无法结束。共和党选群，委员怎么看？对啊，就像刚才尚志哥讲的嘛，美国的经济跟金融霸权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哦。你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哦，所以呢，这么庞大的一个结构，要在一瞬之间崩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幸好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川普，因为呢，你说蚁穴要崩溃，这个蚁穴要崩溃可能要很久，可是因为川普他是拿着榔头去敲的，所以呢，敲起来大概比那个蚁穴那个蚂蚁要挖快多了哦。但是你说，就算川普拿着榔头去敲，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跟金融瓦解吗？当然也不至于。不过这场战争对美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的关键就在于它到底要打多久。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或者是美国现在的像共和党这些人是他们这么忧心的原因。
各位如果回溯美国当时建立金融霸权的时候啊，他是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列顿森林会议，他提出来的由美元去绑黄金的这个所谓的美元黄金本位制，什么时候垮掉的？因为打完越战垮了，因为一个漫长的越战把美国的国力全部消耗在里头了，所以整个当时所谓的美元黄金本位制就崩解掉了，就是因为越战啊。所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崩解美国的金融跟经济霸权？只有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国力、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难以这个负担跟承受的。就像刚才上次哥说的，美国国债已经38兆了，一年这个光付利息就要付1兆了。那现在打下去，如果打个几周就算了，如果打半年呢？打个1年呢？那到底美国要再负多少？这个负债要负债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共和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在现阶段来说，他们一方面考虑到他们的期中选举，因为很多共和党的或者是 MAGA 的支持者都认为说，这是你川普当时承诺的，我们不要再派兵进入中东了，我们不要再打一些莫名其妙的战了。可打到现在，你还是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啊？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可言哦。所以对共和党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已经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这个提出了很多的警告。就像刚才我们不断的在讨论要不要派地面部队，共和党很多政治人物都公开表达不应该要派这个所谓的地面部队到这个伊朗去参战。美国现在所有的陆军大概军力在44万，海军陆战队18万，加起来就60万。美国把全60万派下去，你知道伊朗的这个国防军跟革命卫队加起来有超过100万啊！你要把这些人都派过去，然后跟这些人跟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和国民军做最后的殊死对决吗？刚才干哥讲说可以啊，你要控制荷姆兹海峡，你先把北边那个漫长的那个地区的区域给占领下来，美国能够占领得了吗？美国只要一旦派地面部队进去，这场战争就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喽。所以这是美国现在光是共和党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最近如果你看一些来自于西方的一些视频他就会告诉你说，共和党的内部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了，包含川普自己的核心的圈子都有不同的意见了。比如说像 J.D. Vance， 你看 J.D. Vance 有多久没有出现在川普旁边了？以前川普随便干个什么事，那个 Vance 都要站在旁边的。那 Vance 现在去哪了呢？因为 Vance 被排除在外了，因为万斯本来就是一个反对这个介入伊朗战争的人啊，然后包含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美国自己的军方人士啊，美国的这个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这个主席，当时就是因为反对啊，就被撤换掉了。那么包含美国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都不是如此。所以川普现在身边只围了很少数的一群人呢，就像赫格塞斯这种演员式的国防部部长这种少数的马屁精可能还围在他的旁边，为他擦脂抹粉但是川普自己的核心的这些决策圈都已经有不同的意见了。好，现在不只是川普的决策圈，共和党里面的内部人士对川普有意见。我们来看到这个民调最新显示，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有很多美国过去的这些盟友，也都对美国非常的有意见，包括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德英法。现在最新的民调说，中国比美国更可靠。那美国现在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掌控，甚至是新闻呢？因为政府已经决定了，接下来只要报道伊朗的讯息，他们说是有不实，这个不实是谁认定的？恐怕也是美国的政府自己认定的 FCC 那就可能会把记者的这个执照给撤销掉。干哥怎么看？联邦通讯委员会很像台湾的 NCC 它叫 FCC 啊 ，FCC 你知道？他做的事情跟我们台湾的那个 NCC 差不多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因为美国有一家最大的电视网叫 CNN， 他上个礼拜报道一个新闻，他说哇，美国5架加油机被伊朗摧毁了，现在美国在中东的战力非常吃紧。CNN 是美国最权威的那个媒体嘛，对不对？那当时是在最第一时间的时候接获这个讯息之后。他马上就报道了，可是因为当时讯息还很混乱，后来 CNN 有经过更正但是问题是，你知道美国通讯委员会这个 FCC 的主席卡尔就说：“你小心哦，你下次再这样乱报的话，我要把你的执照吊销。”大家有没有想到，这跟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我们的友台就是因为这样子，就算你事后更正也没有用，所以今天会让人家觉得说。美国你是崇尚什么自由民主，而且你是崇尚这个新闻媒体的
报道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滥觞之地。结果你今天竟然可以做到像这种等于是钳制人民自由、钳制新闻自由这种事情，你竟然做得出来。所以说，你知道川普的死对头，加州州长纽森他就讲了，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你现在是在公然是要侵害宪法吗？对不对？你要知道，他提醒他，1934年远在快100年前，美国联邦就有一条法律，任何情况之下，政府不可以动用他的那个行政权来去干预媒体的报道，甚至以吊销执照为要挟。因为这个法案早就已经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是有的，可是卡尔他不管啊，他认为像 CNN 报道这样子的新闻，就代表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成天就是有一些精神错乱的人巴不得美国打输这场战争，这是对美国政府最大的不信任，所以我们这个通信委员会一定要防止这种这个不实言论继续散布。你就会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台湾地区常常听到像这样子的这种类似像政府的官方语言，你会觉得说，连美国今天都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的话，你就要钳制新闻自由跟言论的自由，那将来的话，我跟你讲，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卡尔他就变成了全民公敌，变成众矢之的也就是说，川普你为了要营造属于有利于你的政治气氛的话，你连新闻媒体的报道你也要管，而且是拿你美国最大的新闻媒体给开刀。难怪现在美英德法的1万名年轻人，经过那个最新的民调说，我们还是比较相信未来的中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有 AI 领头羊之称，将来中国的 AI 一定会超过美国，而且它的 AI 可以让我们任意使用，也不用像美国付那么多钱，还付那么多规费。所以说，1万人的民调都倾向于相信未来的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我说，川普你现在是内外交迫吧连你的盟友都不太相信你了。